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叔啊。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代孕。那么，为什么貌似这个和我一生不会有任何关系的辞藻，我今天却要在这里面展开一个深度讨论呢？因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有无数数不尽的好心人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夏河呀，你看人家谁谁谁那对同性恋在美国代孕了个洋宝宝，可好看了，你也生一个呗。夏河呀，你有那么多的珠光宝气、金银细软，你死了都没人继承，你生个孩子继承这些东西呗。夏河呀，你看你基因那么好，长得又高又聪明，你不代孕个孩子都浪费这基因了。更有臭不要脸的人曾经对我说过这样毁三观的话：夏河呀，你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你养了多少小男孩？你与其养他们最终都得跑了飞了，你还不如自己生一个养自己的，那多好呢。林林总总，层出不穷，而且能说出这些臭不要脸之言论的人主要有2个类型：一，自认为比较关心我的朋友；二，自认为比较关心我的圣母网友。那么面对这样的善心与好意，这些年我都是怎么回应的呢？我相信很多熟悉我的老网友都知道，我通常采用的方式就是直接张嘴骂大街，导致于说很多这些好心人他们都不能理解，夏河，我是为你好啊，我是关心你，我是爱护你呀，你为什么反而用3字经还给我呢？好，今天叔就从4个层面深度剖析一下，我为什么是一个坚决反代孕的人。第一，社会层面，代孕是一种严重物化女性的行为，我相信对于这个观点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争议。虽然有很多臭不要脸的王八蛋跟我抬杠，说代孕在很多国家都是合法化的，但是叔想反问你们，合法和我反对这2者之间矛盾吗？共产党还合法呢，那你为什么反对它呢？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请所有脑子里面揣着一团浆糊的繁殖癌搞清楚人类思索的底层逻辑应该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间里面，道德和法律往往是互相驳斥的。好，那我们基于这个逻辑就可以证明，即便在某些国家代孕已经合法化，但是它依然是在物化女性，这个事实是不能够被推翻的。首先，代孕就是加重了人权的不平等。你先不要跟我这儿标榜你多么的渴望一个婴儿，渴望一个自己的 baby， 我就先问问你，代孕是不是富人阶级对于平民阶级女性身体和精神以及健康的3重剥削？请问是不是？尤其是在很多合法化的国家所签署的那个代孕合同，对于女性在代孕前后期间的身体、饮食、健康、作息有着非常反人性的要求。这对于那个代孕女性而言，这是否都是一笔暂时无法计算、未来也不可估量的损伤与压迫？也许有人此刻要跟我抬杠了，说叔，有人的地方它就有买卖，有买卖就会产生交易，有交易就必然有不公平的压迫。为什么你并不反对卖淫，甚至你也选择性的反对吸毒，但你却十分反对代孕呢？这就牵扯了代孕这件事情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很多人刻意闪躲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的。所有其他社会的边缘行为，大多数都是2个成年人之间自主的相互选择。你可以在道德层面或者法律层面处罚他们、批判他们，但是你不能否定
这是2个成年人之间自主自愿，并非强迫的一种成人选择。而代孕不是2个人的事，它至少是3个人的事，其中有1个人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个新生命还没有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之前，你们这一伙人就已经通过金钱，通过科技与狠活设计好了对这个孩子未来一生如何利用和采摘。那么对于这个未知的生命而言，公平吗？不管你最初的原始诉求是什么，请问这是不是交易买卖未知生命？你们有办法去问问即将来临的这个生命，他愿不愿意吗？刚才我说的还仅仅是在某些合法化的地方，在某些不合法的国家，有多少人从事着代孕的地下黑产业？而这种产业高度危险，极度残忍。富人阶级可以花有限的资金，无限的玩弄和利用穷人的身体，使得社会的不公不仅仅限于财富的分配不均，更延伸到了人格、自尊甚至人生的高度不平等。这有必要吗？与此同时，在这些黑产业链比较密集的地方，有多少来自于贫困家庭的无知少女染上了永远不可能康复的身体疾病？又有多少无辜的婴儿在这种黑色的地下产业中诞生，被遗弃、被抛弃，甚至很多人仗着自己是在地下黑产业链里完成的这种交易，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随着自己心情的变化又不想要小孩了，于是乎这些刚刚来到人世间的婴儿就被无情的毁灭。此刻一定有很多自认为道德情操十分高尚的婊子们要跟我抬杠了，跟我说，叔，我绝对不会去找那些地下黑产，我有钱有学历有时间，我要找就去那些发达国家最健全最昂贵最专业的培育机构，我一定去那儿生一个小孩。那么我再问你，我们都知道代孕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法律境遇，跨国去代孕婴儿这件事情，如果一旦产生了合同纠纷或者是健康问题，请问在法律追责上，你知道这是有多么复杂吗？你是一个中国人，在一个代孕绝对不合法化的国家里面，跑到一个代孕合法化的美国去代孕了一个洋娃娃。如果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们任何一方有任何不可预测的无法抗力的矛盾发生，请问你到底是在哪国打官司？你在中国打官司，中国法律根本就不支持代孕，你属于知法犯法，你只能去美国打官司。那么美国法律面对这种代孕婴儿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法律问题又相当的复杂，在这样一个持久的消耗战之中，请问这个婴儿到底是要出生还是不要出生？有多少人在这个消磨的过程之中又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比如曾经中国的著名流量明星郑爽小姐，如果不是因为代孕了2个孩子，后来她又想弃养，恐怕她也不会引起社会那么大的众怒。那她还是一个日薪208万，每部戏可以拿到1个多亿人民币片酬的超级富姐呢，她都可以因为自己的心情而随时产生对这2个孩子弃养抛弃的念头，更何况那些本不富裕的家庭，那些对养孩子生孩子本来毫无任何的概念，只是听了很多三八婆说了点心灵鸡汤，自己就一时兴起冲动消费的人呢？综上所述，所有的事情但凡有1/1000的可能性，请问这个婴儿的命运会是什么？每一个张嘴就巴巴要代孕的人，劝人代孕的王八蛋们，这庞大的社会问题
这深邃的人性思考，你们可否想过呢？如果你们全然没有想过，那生命在你的脑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坦白讲，我见过非常多同志代孕出来的洋娃娃。我曾经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曾经在各种各样的饭局上听到那些已经玩累的老 gay 正在准备去培育洋娃娃的道路上。面对我的同类们有这样的人生选择，我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的脚步，甚至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的执念。但是面对这样的结果，我想非常武断和干脆地送他们一句话：你真他妈的不要脸！明明是一群同性恋，年轻的时候淫荡无比，玩得比谁都开，老了之后发现寂寞了，在用青春颜值肌肉才能敲开大门的同志市场上，你已经被边缘化了。于是乎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空虚和落差，感觉人生很无聊，愿意跟你苟且的人你看不上，你看上的人又不能免费陪你上床。于是乎这帮老姐姐们顿生一念，那我下半辈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不如找一个外国 DNA 很好的漂亮洋妞，买个卵子，再找一个代孕母亲，我培育出了一个洋娃娃，天天领着玩，就像遛狗遛猫一样，那多飒气呀！把自认为很优越的外貌基因、智力基因，尤其是先天比较突出的审美基因，到时候全用在我这个孩子身上，让我的小孩活得像公主像王子一样，从小就领出去走秀，就像年轻的时候秀包包、秀时尚资源、秀人脉、秀男朋友一样。现在秀你的孩子，那个每天被你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混血儿，他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正在被宠爱着，殊不知他就是很多老同性恋者们心中的限量版人皮包包。很多 gay 圈的老姐妹们在生之前都他妈信誓旦旦地说，没关系，这个世界上支离破碎的家庭太多了，即便多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不代表孩子就不会享受爱呀。我一定会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富都花给这个孩子。可是你在近距离的、长时间的去观察一下这帮老同性恋们抱回来洋娃娃以后又在干嘛？每个礼拜给孩子拍几张照片，再来一顿精修，发到朋友圈里面去换一堆点赞，然后就往自己父母的家里面那么一丢，该怎么玩就怎么玩。什么孩子的教育，什么孩子的健康，那都是自己爹妈的事儿。自己跟孩子的诉求就是定期拍点照片，拿出来一顿狂秀而已。而且绝大多数的孩子在中国至今都他妈落不下户口，就只能花钱被迫去上那些所谓的私立学校。当然有人会跟我抬杠说私立学校教育条件很好啊，但是被动选择和自己有多个主动选择，这不是一个概念，你给我搞清楚。这个孩子未来人生道路上要跨过去的精神障碍还有很多，他们长成那个样子，所有不瞎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混血儿。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他自己，见过他的生身母亲。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其他小朋友的家长，你以为人家是瞎是吗？这样一个长相的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女性接送过他放学上学，只有一个花枝招展、香水味能飘10里、拎着个爱马仕的男人，每天摇了摇了扭着屁股，偶尔出现在学校的大门口开一嘴家长会。
你觉得这个孩子日积月累的成长起来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怪象，他的心理建设会是什么？人是群居动物，它不是你的猫你的狗，养在你屋子里面可以一辈子不出门，它是要与这个社会交流的。而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什么？当他发现其他的小朋友都有一个正常的爸爸妈妈，并且跟自己长得很像的时候，难道他不会因此而自卑吗？这份自卑不会给他狭窄的生活空间带来人生巨大的扭曲形成吗？臭不要脸的死 gay 们，你们拿什么去给孩子补充他需要的爱？你们有他妈那个功能吗？母爱这种无价的东西，是你他妈拿几个时尚资源能换来的吗？我不否定任何一种生存形态，因为我个人这一生活的就相当的离经叛道，甚至很多人根本理解不了，但那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的选择。我不殃及无辜，我不制造生命，我不需要别人陪我承受这样怪诞的人生，我可以做到有今生无来世，笑骂由人。但是你凭什么让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陪你承受这一切？你有什么资格？就因为你有2个臭钱，就可以随便拿生命去 DIY 吗？别他妈再骗自己说自己有什么好的基因了。人类在宇宙之中本来就是低维度生命体，能量非常的渺小，有什么必要非得通过如此奇葩和残忍的方式去保存你的基因呢？中国网民经常有一句俗话，你生什么生啊？你有江山要继承吗？我今天给这句话做个延展。各位弟弟妹妹们，即便你有江山，我觉得都没有代孕的必要，因为就连江山这个东西，它也是每隔100年就要易主的。唐代李家的后人今夕何在呀？清王朝爱新觉罗的后人们，今天谁又能享受到真正的贵族待遇呢？那些封建王朝家天下的贵族们，明媒正娶，今天繁衍出来的子嗣又何处觅寻呢？更何况是你，渺小的一个普通人，半老徐娘，花期已不在的一个 gay， 你不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你不知道，因为在你们那个脑子里面人生就只有2件事情：1，找个体育生操自己； 2，去买名牌包包。虽然我说这些话很难听，有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意味，但这一船掉进水里的人，我觉得10个有9个被我这样骂一顿，自己心里也很清楚，着实不冤。还有一种特殊现象，是很多繁殖癌们的杀手锏，就是有一对特别相爱的夫妻，他们结婚多年，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幸福家庭，但是由于健康和身体的原因，始终就是怀不上。他们特别想要一个可爱的宝宝，完成一个家庭的组合，有错吗？夏叔，没有错，就是我可不可以礼貌的捧着你们聊，把你们的这种心情称之为爱已经到了水满则溢的地步。叔能够理解，人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索取是一种情绪，奉献付出它也是一种情绪。有情绪的时候，人就要把情绪释放出来，不然身心都会发生疾病。但是我想反问一下这样的夫妻和这样的家庭，你们有如此高尚的道德情操，你们反复强调自己需要一个 baby 去奉献自己的爱，好好的教他，把他养大，没有任何的奢求，仅仅是奉献。那么为什么你这样大爱无私的奉献精神必须得建立在
独有的 DNA 基础之上呢？就是你的爱只能奉献给自己培育出来的人肉血亲。天底下有那么多的孩子，面对苦难的生活和悲惨的身世，都在那块张着个大嘴嗷嗷待哺，需要您的帮助，需要您的助养，需要你用爱去浇灌，你绝对不去，你必须得自己弄一个自己的种，你的爱才能溢出来，对吗？你把自己想得很伟大，到了一种大爱无疆的境界，但是你的爱呢，又非常的霸权，有很高的门槛，有极其精准的指向性。那你说这跟那些买纯种猫狗，让这个猫舍狗舍一遍一遍给你培育的人有区别吗？大家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这个人性问题的底层逻辑，就是你很有爱，你很喜欢小动物，但是你绝不能养街上的流浪猫流浪狗，你必须得把钱拍在桌子上，告诉那些猫贩子狗贩子，你给我培育尾巴多长脚多长，毛什么颜色的，眼睛是多大的，差一点我都不要，我只能对这种高度自我意识作品化的生命体产生爱意，供它吃喝。而其他那些外头血脉不纯正的宠物，或者是别人养过的宠物，我坚决不要，我心里膈应，任他们生死与我何干？是不是这个心理逻辑？如果叔的这一番激烈发言还就不小心真的刺穿了你的心脏，你不用组织语言反驳我，你把门关起来，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安安静静地想一想自己的内心，这究竟是爱，还是一种自私的欲望占有呢？听完这些，可能很多人对我会非常的失望，认为叔是一个很极端的人，而且没有同理心。如果站在您个人的欲望角度来看的话，我确实对您是没有同理心的，因为我同理的是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人间并不快乐，这是一个娑婆世界，甚至有的人说过人间即地狱。因为人世间它有一个非常共通的属性，就是快乐永远是短暂的，转瞬即逝，而痛苦要用快乐无数倍的时间去疗愈或者是遗忘。这样一个自然规律导致于人间快乐的时间是很少的。无论你站在权力巅峰还是社会底层，人这一生回忆起快乐都是如数家珍。但若隶属自己的心路里程与一路的艰辛不易，每个人说3天3夜，恐怕时间都是不够用的。那么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我觉得需要具备2个前提。第一，叫做自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爱的结晶。虽然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家庭因为爱的结晶结合在了一起，拥有了一个健康快乐的宝宝，但是他们的婚姻也很快就瓦解了，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但这毕竟属于偶发事件，不管这个偶发事件是否在这个社会上比例越来越高，但是至少在这一男一女结合之初，他们是相信爱的，他们是做好了双方一起面对一个新生命，组织一个完美的家庭，给孩子建立一个堡垒的。至于说他们没有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我们只能说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而代孕呢，就你明知道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会比其他正常的孩子多很多很多的心理障碍，
他的自我认同感和身份问题会形成他这一生都解决不掉的一种认知问题，而你还要为了自己的私人欲望，一时兴起，短暂的小占有、小满足，强行的用科技与狠活把它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许你很坚强，也许你很豁达，也许你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可以面对所有的困难与声浪，像我一样。但是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能力吗？你能保证这是一个坚强无比的孩子，还是一个脆弱敏感的孩子吗？你不能，你无法操控，那就像开盲盒一样。而这个盲盒如果打开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这一生都关不上它，因为那是一个崭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长大以后会有10万个为什么问向你，而你怎么回答？你是一个同志群体，你有没有自己的情感生活和自己正常的性需要呢？当一个年幼的孩子午夜醒来哇哇啼哭的时候，发现他自己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正和另一个同性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噼里啪啦打得火热，你觉得幼小的他会觉得很恐怖，还是会在门外给你们大大的点一个赞，告诉你们千姿百态的人生都是值得鼓励的？就即便他是一个超能力的儿童，他从小就天赋异禀，海纳百川的胸襟，那么到了学校里面，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身边的林林总总，难道不会用这样的问题对他提出10万个为什么，而他能够完美的回答吗？如果他并没有这样的实力与水准，他是否会面对同类的歧视甚至霸凌？而这些心灵的点点滴滴，在一个幼小的生命的角落里面滋生发芽，你作为大人，你敢说你全然知道，能够了解吗？你敢保证你每分每秒的陪在他的身边，去给他做建设吗？你不能。即便你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健全的家庭，你是因为生理状况不能生小孩而选择代孕的，我就认识这样一对夫妻，他们非常的有名。他们本来先天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已经很健康也很优秀了，但是不知道他们人到中年又抽了什么邪风，就非得再要一个妹妹，理由是陪哥哥玩。于是乎他们就造人，但是由于女方的年龄已经有点大了，身体不能够再生产，他们就去外国代孕了一个女娃娃。由于他们是社会的名人，在中国如果一旦被爆出来他们的小女儿是代孕的，恐怕会受到很多社会的谴责，所以他们就一直藏着这个孩子，藏的那孩子呀都已经4、5岁了，还不敢官宣呢。我就问问你们，你觉得这个女孩一直被隐藏着，她自己心里是怎么跟这种怪象和解的呢？也许关起门来，在他们家里的豪华大别墅上，他们都可以过着优渥奢侈的童年，但是自我认同呢？他难道不会有一天长大了去问他的父母，为什么我不能和哥哥一样过童年？为什么我没有我的哥哥自信？我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什么？你们明明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儿子，你们为什么还要制造出一个闺女？这个闺女的意义是什么？是你们那个好儿子童年的大玩具吗？是你们这2个有钱人想凑成一个传统概念里的好字而搬出来的偏旁部首吗？就即便是在更平凡的家庭里面，孩子从小就生活在父母身边，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和来历，那你要怎么告诉你这个代孕出来的孩子，他的母亲究竟是谁呢？你骗这个孩子，你就是他的生身母亲，那这属于撒谎，
纸包不住火，天下没有能撒一辈子的谎言。如果你对着这个可爱的孩子坦诚不公地告诉他，爸爸妈妈虽然很爱你，但是我们的身体并不好，你是在另一个我们也不认识的女性的肚子里面长大，来到这个世界的。如果硬纠结生身母亲是谁，我们只能告诉你，你的生身母亲是一个陌生女人，她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这辈子就靠她的生身功能来养活自己。每次自己10月怀胎诞下来的生命，过不了多久就要被陌生人抱走，你就是其中一个被抱走的孩子。但是没有关系，爸爸妈妈爱你。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不少孩子投胎轮回至此就是来报恩的，充分的理解你，并且心疼妈妈的身体。但是也肯定还会有一些孩子是来讨债的，瞪着2个天真无知的大眼睛。待到青春叛逆期的时候，你管不了的时候，跟你吵架的时候，指着你的鼻子问你一句，何必有我？你又怎么解释呢？中国古代有一位名人，大家耳熟能详，他叫孔融。孔融是谁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让梨英雄，他叫孔融。孔融这辈子到底让过梨吗？我怀疑这个故事是编的，因为这个故事非常的拙劣，它整个的编剧水平也基本上就等同于中国传统的连环画24孝。但孔融这个人他不是虚拟的，他真实存在。他给后世的人留下的宝藏不是那颗梨，而是一种思想，极其先锋前卫，可能至今很多人都难以消化和读懂，叫做父母无恩论。我个人就是一个父母无恩论的倡导者，但是我很少和别人讨论这个问题。我过去也没有在节目上做过这样的表达，因为我坚信大多数人面对这个思想体系是高度排斥的，根本不需要打开以后往下深度的解剖和讨论。光听这个题目的名字父母无恩，很多人便已经崩溃受不了了。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哲学思想水平已经比较高的人，具备讨论这样问题的实力，那你可以接下来听下去。首先，父母到底有没有恩？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听到过那么一句如同紧箍咒一般的道德绑架，就是你必须孝顺父母，你必须尊敬父母，你完全不能忤逆于父母，因为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有千错万错再不好，父母终究给了你生命啊。可是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吗？我今天第一次的发表我个人可能比较偏激的观点，我认为我不是我父母的孩子。我的生命是宇宙按照它的运行轨迹自然生成的一组代码。如果站在玄学或宗教的角度上来讲，我今生之所以可以坐在这里体会五味杂陈，是我累生累世的业力所致，这一切都不是我的父母给的。你们也同样，我们的父母在生育我们之初，只是完成了人类最基础的原始欲望。至于说我们人类，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人类，特别强究孝道，是因为我们中国被几千年来的一种有毒思想侵害着，它叫儒家思想。我不知道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他真的就这么邪恶，还是他也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政治需要所利用编织的如此邪恶。儒家思想对于人类的个体生命和个人尊严而言，
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地缘政治的大一统问题，它的根源症结都来自于那本恐怖的毒书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告诉我们，家庭和社会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两个组成单位，我们必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个不许质疑的轨道上，才能完成人类的繁衍生息。所以我们在家要爱父母，出门要爱祖国，走到北京要感恩皇上。皇恩浩大，皇恩为什么它就浩大呢？因为天下人都是皇上的子民，感情还是感恩父母的那一套。在动物界，我们都知道，所有新生命的孕育仅仅来自于动物的天性。动物交配是为了释放自己的原始欲望，所以动物繁衍出来的后代不需要感恩和感谢，因为这只是一种自然行为，就像树上的桃花它不需要感谢树根一样，因为无论它愿不愿意，定期的开枝散叶都是这个树本身的自体需求，每一片花朵都不欠它的。在人身上难道不也是这个道理吗？你生孩子，你伟大在哪儿啊？孩子让你生了吗？孩子没有，因为孩子本不存在，是你为了自我满足。也许有人会站在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角度来跟我抬杠，叔，我养孩子不得花钱吗？我把我的时间、青春这一生都奉献给我的孩子，我栽培他，我抚育他，我让他长大成才，我这么无私的奉献，倾尽所有，我还不够伟大吗？一丁点都不伟大，跟伟大连毛都扯不上关系。你所有的这一切都基于你原始欲望的释放。我们在这里面必须要面对一个极其残酷的哲学现象，你的善和你的恶都是你的原始欲望，在人性的角度上它们是平等的，它们是宇宙这个机器运转出来的同一个东西的正反两面，没有孰高孰低。孰高孰低是人类后来又自圆其说，发明了一套道德体系的编织，把自己的某些欲望进行了美化。由于这种欲望普遍人都存在，所以大家集体给它发明出一个新的词藻，叫做 LOVE Love。 它很好听，它很正确，但是爱它存在吗？爱是不存在的，所以才会有那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有两种主流欲望，第一是物质欲望，第二是精神欲望。而这种被称之为爱的东西，它主体满足的就是自我的精神欲望。你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不是孩子欠你的，是你有这样的欲望，是因为你有限的认知告诉你，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必须成家立业，必须为人父母。于是乎，你为了在自己的认知之内满足自己的精神诉求，你去选择了走一条这样的道路，这一切都是自我满足，这谈不上付出。因为更残忍的真相是，人是没有付出这个功能的。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满足自身的欲望膨胀。你喜欢养孩子，你是逮着个孩子就养吗？那些苦难的孤儿你咋不去养去呢？你为什么非得养自己的纯种孩呢？因为你认为这更忠诚，你认为这个更私有，并且你想把这种私有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形成一种永恒。所以这个社会就出现了
奶奶催爸爸，爸爸催你，将来你也会催婚你的小孩。这个链条仅仅是为了满足你内心的私有欲望的膨胀。You know？ 关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10几年时间里面，差不多有各种精兵强将都跟我 battle 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赢，全输了。因为他们相信爱，他们确信爱就是存在的。而爱是什么呢？爱就是占有欲里面的一个重要分支。无论是你对朋友的爱，还是你对爱情的爱，哪怕是你自认为伟大对于子女的爱，都是如此。因为占有欲和爱一样，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对他说，我不图你钱，我不图你貌，我不图你身家背景，我就图你过得好，我就图你一颗心。这是不是排他性？因为图你一颗心等同于图你的全部啊。他的心里有别人，你能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孩子那就更具排他性了。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管小孩子的对错，一出了事情以后，直接偏袒自己的小孩，指责别人家的小孩。为什么？你的智力呢？你的道理去哪儿了？不讲。只要是我的血腥，我就得护。只要是别人家孩子，10000个都是不好。只要我的孩子怎么看，怎么是世界的翘楚。这个叫什么？这就叫情感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还是满足于你自己。哪怕你对你孩子的欲望就仅仅是不需要回馈父母任何，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就在这个短短的句子里面，它出现了2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我，是我希望。主体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也不是对方。第二叫做好，我希望你过得好。请问什么叫好？来，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好？乖乖成长，好好学习，考上985、211，读世界名校，这是你心中的好，还是孩子心中的好？孩子心中的好就是现在我要打游戏，你赶紧给我充钱充卡。你能不能满足他的好？你不能，甚至你要打压，因为你认为的好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孩子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谈恋爱了，对性有了非常澎湃的需求和冲动，那你能够创造条件帮你的孩子去解决性需要吗？你不能，你反而要严加管控，让他什么都不许想，只许啃书本，把性给我压抑住。这种压抑生理的现象，是他认为的好呢，还是你认为的好呢？我都不用再举例了，太多你认为的过得好里的这个好字，对于孩子的不同阶段都是重大灾难。我知道你们还有更后面的话等着我。我现在让孩子受点苦，仅仅是为了让他这一生更成功，更顺遂。成功是什么呀？来，再给我解释一下成功是什么。教人成功的你成功了没有？来，你扪心自问一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赚钱，是当官，还是更快乐？如果成功的最终标准就是更快乐的话，那你此刻正在打压他的快乐，而他这个快乐永远不会再弥补回来。因为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等他30、40岁的时候，即便过上了相当优渥的精英生活，你能把人家童年缺失的快乐和那没有谈成的恋爱还给他吗？你不能。这就恰恰的印证了那一点，你对他所有的爱都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你不要以为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才是控制欲，不，善良的爱意与抚育，它也同样是控制欲。它们没有属性的区别，只是表达形式的不同，一样的东西。我知道今天我说的这一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相当的难消化、难理解。
也并不能阻止很多人去代孕的这个脚步。但我希望有耐心听到本片最后的朋友们，能够把我提出来的种种逻辑进行一点一点的消化和思考，去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作为人这样一种小动物，在这个宇宙里面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小的时候没有今天这样健全的思想体系，但我也相对的表达过这一生可能无儿无女的诉求和愿望。然后很多长辈们就嘲笑我说，人人都像你这么想的话，那咱人类不就灭绝了吗？我相信这种话可能今天还有很多年轻人会时常听到。叔教给你们一个回怼他的方式，灭绝就灭绝。这个世界的人口只是在逐渐的老龄化，但它并没有变少，它已经发展到突破了80亿这个数字了。你担心它灭绝？灭绝的东西多了，恐龙早灭绝了，又如何呢？传呼机灭绝了，影响你今天的通讯吗？粮票灭绝了，影响你今天的吃喝吗？人也是一样的。别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到人类灭绝的那一天，就即便是几万年以后人类真的灭绝了，那它也无非只是以另一种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体会真正意义上的消失，它只是在幻变之中完成着各种各样的虚拟造型而已。如果你今天就能领悟到这种哲理，本是无一物，又何必惹尘埃呢？